Hello，大家好，我是林减七啊，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磕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啊，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
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呀，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它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它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葡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1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葡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究竟是台上4位的哪一位呢？恭喜谢谢194票成功晋级，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恭喜你率先进入下一轮，请前往晋级区就座。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其实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短视频里面了解他的世界。隔了几年，他又回到了脱口秀的舞台，讲自己的故事。掌声有请张彩玲。这次创作是最流畅的，我确实骚扰了很多人吧，就是大概半夜2点半到3点半期间，属于一个网络劫匪吧。主要骚扰的人：小鹿、王悦、辛博、林建奇、翟爱玲，就等于是我得先来一个网络小开放麦，有4个笑了，我就敢去试去。当天晚上去了开放麦，观众没笑。我就老毛病又犯了，
当观众不太笑，我就觉得我没穿裤子，我就跑回北京。上海的辛博和张嘉宁就把消息放出去了，说彩玲姐从上海逃逸了。北京的林检期就收到了信息，在开放麦的时候给了我安慰。以前林检期永远在开放麦的时候像个卧佛一样，他永远要躺着。但是那天他知道我崩溃了，然后我演的时候看那个幕布后边有林检期的身影，然后我下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要不然那地方加一个什么什么呢？就是我都能把林检期整站起来了，听我梗了。举手之劳，帮他改稿，加点梗，单口圈都这样。欢迎彩玲姐加入单口圈。不得不说，就这几个人，你平时看着有吊儿郎当的，但是真的给了我特别一口一个姐的，对我特别好。彩玲，你要相信你自己，加油！谢谢。大家好，我是彩玲。我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最烦别人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看开点儿。7岁那年，我妈领我去医院看病，医生说不太好治，看开点儿。哼，看开点儿。我得的病是斗鸡眼儿，主要症状就是看不开。医生说我是先天有斜视的基因，然后那年突然间就发作了。我挺不适应的，因为斗鸡眼有特点，看东西会重影，就一个东西在我眼中会变成2个甚至4个。当时我妈可愁了，说咱家这点钱，手术费咋够啊？我一看那钱，我说这不够了吗？我到现在还记得，3年之后我眼睛治好了，看东西不重影了。然后有一天打开了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说妈，完了，复发了。但对眼也有优点，当时我家亲戚都来安慰我妈，说你女儿很优秀，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所以当我眼睛治好那天，我想我这不就完美了吗？我再去亲戚家串门，我给人看我眼睛，看我眼睛。亲戚说，哎，这孩子眼睛哎，怎么单眼皮呢？想当年我对眼的时候，谁看我眼皮呀？再长大，这孩子怎么有点矮呢？这孩子怎么有点黑呢？这孩子腋毛支出来了，不好看，不好看。不是说好了我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吗？我问我妈，我说妈，我有这么多毛病吗？我妈说你有这么多亲戚。这个世界谁懂啊？他就一定要挑你一点毛病，那你要是努力改变自己去迎合他，你就是给他脸了。你莫不如就抛给他一个大毛病，就没有人挑你小毛病了。我想问，谁看见7个小矮人会说，哎，这几个人牙黄？谁看见伏地魔会说他有灰指甲？谁看见杨过会说，哎，这个人怎么不刮腋毛啊？让我来刮腋毛那个亲戚，他看见杨过他怎么说？杨过的腋毛问题可太大了，杨过是右边腋毛遮不住，左边腋毛刮不着。我都理解《神雕侠侣》里那只雕为什么那么喜欢杨过，因为那儿有窝。但是没有人会在乎杨过的腋毛，除了那只雕。雕说：“我就喜欢待在这里，这就是我要的夜生活。”所以，如果别人总挑你小毛病，那就只能代表你没有大毛病。我职场也是一样，我当时在英国上学的时候，也在一个印度餐厅打工。当时我那个印度老板拖欠我们所有人试用期工资不给，我说我去管他要。他当时在食品库房点货，我说我要钱，他不理我。我说那我申请仲裁，然后转身摔门而去。我这一摔门，一阵冷风，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食品库房，这是零下10几度的冷库。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印度老板冻成预制咖喱。当时我也很慌，我在门口想密码啥，我得打开呀。但是人在慌乱的时候是不可能说英语的，我是不可能在那 Oh my God， 我不可能，我在那说的都是东北话，而且越着急我越口吃，我在那啥玩意儿。我远处的印度同事完全听不懂我在干什么，他们只知道我去找老板吵架了，所以他们以为我是故意把老板锁在了冷库里，
然后朝着冷库的门说东方咒语。其实当时我朝着门，我是这样的，我说完了，啥玩意儿，锁里头了咋办呢？锁里头了咋办呢？我这套咒语被我的印度同事模仿了1周，他们是这样的。哇沙沙沙，哦苏里图里咋办呢？苏里图里哦咋办呢？咒语事件之后哈，他们就传我精神不好。但是当别人都觉得你精神不正常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挑你别的毛病。以前我老板老挑我不爱笑，现在我笑他都哆嗦。那天来了一桌客人，那几个小孩大吵大闹，我也不管。这要搁以前，老板肯定挑我，服务态度不好。但是那天他觉得我做的很好，因为他刚检查冷库，里边没有小孩。以前我总是在想怎么去打动老板，现在想明白了，打就过分了，动一会儿就行。这个大毛病能掩盖小毛病的理论，我沿用至今。前几年我妈生了一场病，现在她完全康复了，啥事没有。但当时有那么2个月，她需要剃光头发，戴假发出门，就老有人挑她，说你这假发看着有点假，多荒诞的挑刺儿啊！这相当于你说，哎，我这指南针怎么老指南呢？我妈当时就很生气，说他们怎么总说我？我说妈，他们就是一定要挑你点毛病。你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别人老跟你说你女儿除了对眼就没有别的毛病。你现在往好了想，你就把假发摘了，走在街上，就没有人敢说你有小肚子、歪八字儿、驼背，还爱背假包。我妈说谁背假包了？我说妈，你包上写的是喵喵。我妈说就你眼睛好使，早知道不给你治眼睛了。我说你要不给我治，我看的就是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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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个世界总要挑咱点毛病，那咱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别人觉得这个人除了有毛病就没毛病。谢谢大家。谢谢咱们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我们掌声再给彩玲。好多朋友就是在台上都聊自己小时候这个有点小毛小病的事儿。这个节目组从来也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演员，那个他们好像收集了你小时候的照片，是不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节目组蛮过分的。对，因为当时我说妈，我怕别人觉得我是编的故事，然后我说你给我找一张我小时候对眼的照片，我妈就是不给我。她说什么节目让人展示自己的缺点，然后换取别人的笑声？我说这样的节目1年还有2档，你上哪儿说理去？姐，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小时候你得觉得这钢琴老长了吧？啊，对。但我们看的挺开心的哈，尤其知道这个最后也没有太多影响。天真姐。首先，我觉得彩玲就是你一定要把脱口秀一直讲下去哦，因为我觉得你每一场都比上一场进步很多，然后每一场都比上一场自如很多。你今天都讲的是你自己的人生故事嘛，就不像我们在短视频里看到讲老公、讲小孩，都讲你自己，就听他讲，你讲你的人生故事，很容易就跟着你走，然后就会很放松，然后就很想听你一直唠下去，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就是要坚持下去，要一直讲下去，你可以很好。谢谢。就觉得我姐这人生态度太合适了，非常受用。因为我也经常会有这个，但是一直没狠下心这么去做。什么手术啊？不是，就是有一大毛病，别人就不管你这些小毛病了啊。因为别人总夸我说，哎，你这人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你这点不行，那点不行，怎么样的，特别烦，是吧，哥？我还好，我平时看你视频特别多。那话咋说？我的天哪！我虽然第一次看你就是现场说这个脱口秀，但是我觉得你节奏整个非常好。但是这个逗眼儿是一直逗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做了手术，给我固定住了，就这眼睛给我挪过来了，所以我今生不再对眼儿，就是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实际情况太荒诞了，我就怕你们不信。我是被一个野狗给追了，我逗它，完那狗追我，然后我就吓着了。回家之后
就过了几个小时就开始对眼儿，就越对越严重。哎，你说斗狗能对眼儿，它明明叫斗鸡眼儿，它斗狗眼儿。这一篇就是我当时写完的时候，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是个小歪理，但是有的时候正理解决不了你的不开心。其实正理就是不应该挑别人毛病，但是大家也不听，所以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些歪理。就是当你觉得别人不喜欢你或者挑你毛病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他就是需要挑毛病，你要给他挑。你看小佳，没有人说小佳发质不好，对吧？好像确实挺好，主要是挺浓密。黑灯发质一般啊，没什么。我这好，我这个好。开玩笑，开玩笑。慧芬姐，我觉得彩玲这几次讲的内容，我身为中女，就我特别有感觉。但我常常在想，因为世界我们好像永远都是看到挑人的毛病，可能对自己也是挑毛病，很少看到自己的好，然后对自己非常的严苛。然后我就在想，你站在台上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就是因为你有那个自信，所以你才有办法把这些事情，侃侃而谈的讲出来。但我想问你怎么克服这些？因为多多少少我们还是会被别人的眼光，或者甚至我们最亲的家人，可能妈妈嫌我一下，我会真的相信我就是不好。怎么样让自己从那个当中去转换那个心境？我抽到这个主题之后回去，飞机上就写完了这个，就是因为我前2天我的朋友他就是一直有满脸的雀斑，然后很严重的，大家就总说他，然后他做了6次激光，这个雀斑终于淡了，然后马上就有人说他那个双眼皮宽，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发微信，我说造化弄人，你先弄造化，你先弄他，就是你就不要再审视自己了，你不可能在别人眼中是完美的。是的，世界好像总是要挑咱们的毛病，那我们又何必搭理呢？对吧？自己快乐就行。再用 vivo S30拍一张，快乐你就 vivo Live， 这 Live 图啊，就别说亲戚了，谁都挑不出毛病来，就像我这个丝滑的植入一般。我们也谢谢彩玲的表演，那么仍然。最高分的演员会直接晋级下一轮的比赛，彩玲也是拿到了4票满票。那我们看一看目前的最高分究竟是谁呢？我猜是彩玲儿。我觉得啊，是小佳。小佳的分儿，他不会比谢低多少。但我支持彩玲倒是。我也是。恭喜小佳179票成功晋级。期待你下一赛段的表现，请前往晋级区就座。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干啥呢？你吓我一跳！人家我就是站起来运动运动，我怕写稿做时间太长了，养成工伤了，这都。我怕你跳成工伤。给你看个好东西，飞鹤爱本鲜鲜粉，专利益生菌，高纤低脂轻负担，自律一杯唤醒鲜活力。来，姐，喝点。哎呀妈，早知道有这玩意儿，刚才也不用搁这转圈跳操了。谢谢啊，月明啊，回去给大胖媳妇拿去试试。哎，姐，你给我留点，没说都给你，给我留点啊。下一位朋友也是今年的新朋友，上一次他跟我们聊了很多动啊、不动啊这些精彩的表演，那今天他是懂还是不懂呢？掌声有请徐指导。哎，大家好，我叫徐指导啊，我家里是做这个化学化工方面生意的，然后我大学也学的是这个化学工程啊，所以这个世界我懂，主要是由这个分子、原子和离子构成的。从小我爸就跟我说，儿子你就学这个，毕业以后跟爸一块干，你就妥了。我顺利入学那年，是我爸做生意挣钱的最后一年。他老跟我说什么儿子这个行业你别着急，越老越吃香。我说爸，那您吃香了吗？他说我呀越活越年轻。我那时候都不敢接他视频，我看他打过来，儿子那个生日爹没有什么可以送你的，那个公司的法人就先转给你了啊。爸想先去美国待一段时间啊，你要相信这个行业马上就会迎来转机的啊，爸也马上要转机了，好吧？挺迷茫
不知道自己该学什么，该干什么。但我明确的就是我不太想学这个化工。就我这人就是这样，就虽然我毫无主见啊，但是我充满意见。我这个性格最适合的工作应该是当甲方。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但这个不行。当时有门课，我就很充满着意见。那门课让我们每个人磨一把锤子。我说咱不是学化学的吗？那锤子能是磨出来的吗？各位，我理解的化学应该是我把药水滴进烧杯里面，嘟嘟嘟出来一把锤子，这是。我同学就劝我说，这就是门水课啊，谁都能过。我补考了，还水课呢，我火命水克我。我补考磨了4个小时，我要不就别叫徐指导了，就应该叫我徐志摩啊。轻轻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及格。我带着那个补考的锤子回去，同学见我都夸我说你真是有2把锤子啊。因为他们都很在乎这个分数。我室友很焦虑，跟我说隔壁寝室那个某某也太牛了，他锤子磨了个 A。我说他咋磨的呀？那锤子磨完不应该是个 T 吗 ？A 你磨的是个锥子呀！我真的很想远离锤子，想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当时都说大数据就业好，我就考研去了统计学专业。我上岸那天心里贼狂妄，我看着那些本专业的同学，我心想，哥们要去搞大数据，你们懂个锤子。各位，我今年2边节目选的这边，主要就是因为这边的嘉宾席里没有来自锤子科技的。我以为收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真的就离开锤子，可以做点稍微有意义的事情。直到读研的某一天，我室友跟我说，隔壁那个某某也太牛了，实习单位贼器重他，现在领导的外卖只让他帮着拿上去。我说你要实在焦虑的话，以后我的外卖只让你帮我拿过来。我这把事不用比做锤子，该比做孙子。早知道我把锤子带过来给领导捶背用。再比比谁劲儿大，你不使劲给领导后背捶青了，怎么获得领导的垂青啊？这劲儿要还不够大的话也没关系，我同学那还有把锥子呢。但我很快就发现，真正的迷茫和不懂发生在毕业后工作。我去了一个那种给领导打杂的岗位，我进去就知道他应该不需要什么专业能力。就我们4个学的专业分别是统计学、计算机、法学、历史。就我们4个一块上过的课，那就只有思想品德了。岗位要求人品端正啊。计算机那哥们能来这儿上班，他就应该不会计算机。这种谁都能干的岗位，这种废物岗位，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学名叫管培生。我作为管培生的第1天，领导交给了我一份重要的法律文书。我说这是让我学着去编辑一下吗？他说你今天啊，主要就是把这个文件快递出去。我说这么有挑战的任务，要不找个物流管理的研究生干嘛？但我真干了才发现，发快递其实流程极其的繁琐很长。就我发快递给自己发出成就感来了，就我就发现了自己的没出息。就一个事情，无论它多么的无脑啊，无论它多么的简单，只要它流程足够多，我干完就会有成就感。就比如说各位，你们报销过吗？啊，贴6张发票，走12道程序，报下来51块钱。那一刻我感觉那51是我挣的啊。我当时就感觉我变了，我现在觉得本科隔壁的大哥也太牛了，他锤子可磨了个 A 呀！啊，我封好快递皮，走好全部的程序，完完整整的交给了快递员。啊，我说我终于完成了一项啊，顺理成章完成了一项如此伟大的工作，这应该是我磨的最好的一把锤子了吧？我开开心心就上楼了，然后发现那个法律文书还在桌子上，崩溃了。念了4年化工211本科，2年统计学硕士，毕业以后发快递给快递皮儿发出去了。我说我要不再去考个物流管理的博士吧？啊，我都不敢想象对面那个领导收到文件以后什么心情。我打开以后，法律文书呢？这怎么万法皆空啊？我觉得如果我能穿越回2年以前收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应该可以跟他共情，就着急的打开，发现原来它就是个空壳。我想起三国里有一段故事，曹操当上魏王以后，给他的谋臣荀彧发了一盒果品，荀彧打开以后发现是空的，他自杀了。
他说魏王是告诉我河中无果，请君自裁，所以他自裁了。大汉臣子荀彧死于谐音梗。你怪不得这个荀彧他那么的反对这个魏王啊，建国是吧？我知道这个有点巧妙啊，你们这是又懂历史又懂喜剧的你们。但我回过头想一想，我在发完空快递以后，我再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有时候我在想，你说荀彧老师，你看到一个空的盒子就自杀了，会不会有可能你着急了一点？就有没有可能你回去看看那些果品，它就在曹操桌子上了？会不会是那个替曹操送果盒的小兵啊？他也只是曹操新招的一个管培兵。到这，谢谢各位，谢谢你们，我叫徐指导。谢谢徐指导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这个为了一个破包袱，这样从三国时期开始往回扑的方法，让我想起国仔了。天天姐拍在了哪儿？对，我就拍在那个地方了，就是建国嘛。我好想看一下他的反应。我觉得你的文本结构还是非常厉害的，有一种谈古说今，然后以一个小的事情慢慢铺展开来，是很有画面感的。但我觉得今天确实有点没起来。是你觉得是前面2个没起来，让你状态没提起来，还是什么？因为你前2场都是非常炸，也是大高分。其实我也没太想明白啊，回去再总结吧啊。但是我其实那个今年来的时候想的就是能把这篇演了，我就挺开心，因为它是我比较重要的一篇稿吧啊。它是你比较重要的一篇稿，是什么观点或者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是我可能至少前几年，然后比较琢磨不明白的一些事儿，然后放到一起。我本科在上海读的，在那个华东理工大学学的化工，然后当时就感觉在那里在本科的时候就一直很挫败，就感觉是不是考出去一切就好了，然后结果就考出去以后好像也发现很多事儿还是一样的，然后工作以后就是那种意义感就一直在下降，很挫败，然后但其实都没有解决，我就想把那个挫败感写成一篇稿。我大概先明白，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创作的时候自己想要表达给观众的东西，他想借这么一个机会说给大家。我觉得自己想说且愿意接受，无论说完是什么样的后果，那就应该按自己想的去做。对，所以我很支持。是，谢谢。我听到了很多谐音梗，你是特别喜欢谐音梗是吧？没有，这一篇也是头一次这么，就是前2轮那个跟大家学了一些技术，然后感觉也不该学，挺好。但我觉得他自己的语言节奏控制的挺好的啊，是，他是说话挺别人很容易能接受，愿意听他讲。对，接下来看你后面更精彩的表演，期待。行，会接着好好写的啊。但我想要知道，其实你一定会有你心里面内心很想表达的，除了刚刚天真姐说你可能有一些挫折，你真的想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它里面每一个小块是我回忆起当年的情绪，就是比如说从小，然后家里面要求你就学这个，你只要能学上化工，你人生就无敌了。然后学完以后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家里生意也每况愈下，然后自己也不感兴趣。然后当时网上就有人说你现在这个风口，你去考到统计学你就无敌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发现很多事情都跟磨锤子一样，就是我既不擅长我又不理解。然后在我接受这一切以后，我去工作，我又有一些新的那个迷茫的情绪。其实我现在跟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其实接受这种所谓的无意义，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样了。对啊。我觉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即便我活到47岁，我也都还在找，然后也在慢慢的认识自己。然后你会发现，可能世界定义的你跟你自己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很感谢你把它讲出来，然后最后也告诉了我们你的心路历程。我在听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可以展开出很多情节的。如果这是你的专场的最后的5分钟，它就会非常精彩，因为大家已经通过前面的段子会了解你更多的成长的人生的这个故事。那今天确实没办法，我们只是一场比赛，只是一场演出。它是我那个主打秀的倒数第2个5分钟。
我是感觉这篇稿到最后其实就凝结到那个空的信封里了，就是我对我自己那几年我觉得做的很多事儿，其实就是那个发出去那个空的信封，然后感觉看着那个封皮很好，但实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大概就是我的一个意思。今天能讲这篇我就挺开心了啊，然后回去再好好写吧，写新的啊。会更好的，会更好的。我们掌声再给徐指导好不好？你很好，徐指导。徐指导也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那每一轮我们台上的演员中的最高分都将直接晋级下一轮。这次究竟是谁呢？请看大屏幕。虽然说很希望岛子能晋级，但是现场的那个情况的话会是玲姐晋级。掌声恭喜张彩玲177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彩玲姐这真会写，我跟她讨论段子，然后就平时她会给我发微信，完了问我什么建议啊，帮忙那个出梗改稿什么的，你能明显感觉出来，这人就是幽默，他就会厉害。我决定往这方面走一走。它跟短视频是另外一种表达，它是一种更灵魂飞驰的那种表达。说实话，我确实有点爱上这个东西了。演出还在继续，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也是今年的新朋友。刚刚聊天的时候说过，这是陈数的室友，另外一个脑回路也有点清奇的朋友，他的精神世界，反正我们一直都没有搞懂。大家一起帮我们听一听，掌声有请林简七。我还起个大杆儿，是改不出稿来上火，还是杆儿不够好吧？去网吧。昨天去网吧包了个夜，没有，只玩到了3、4点。现在是凌晨4点钟，你再说一遍刚才说的话。最后一把。罪恶又美好，不能再松了，得有度。在开放麦门口跟我说：“姐，就打一天游戏，我今天出个大梗。”那没办法，总有天才带出。他说他一定要等到节目录制现场才给我们看。他很满意他这篇稿子。反正我自己挺喜欢，讲就行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1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刻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 我不会拼Adobe Photoshop，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
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师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啊，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呀，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
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它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它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葡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葡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一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葡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葡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葡京吧。好，讲到这吧，谢谢大家。谢谢林简七的表演，喜欢林简七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投票。太神奇了，就是他的这个脑回路真的是好难理解，因为昨天我们也在节目预热的时候，付航说了一个，对，上一期他上台，他说哔哩哔哩，他读哔了哔了。然后从那一瞬间之后，这个词就没有办法从我大脑里出去了，我就发自内心想忘掉你，忘掉那个词，我忘不掉。他从说完那个词之后，后面他所有讲的我完全都听不见了。真的就是他有这种魔力，他真的是一个神奇选手，完了独一无二，神奇选手，太棒了。谢谢。我觉得林简七真是个很怪的人，就是超怪的你。最后反正讲广告最后一句台词就有一点不是广告，他讲那个。杨老师以为这是中插呢，没有。咱们节目的好朋友就是这些，是只有这些，那是咱们背后的好朋友。太坏了。反正就最后那一句腔调的时候，有那种大美女哥哥的状态出来，就是我能想象，因为你说完大美女哥哥的时候，我就在想象你长发的样子。现在不文艺了，不走那个范儿。反正就是很怪他，我就很难点评他。独一无二，谢谢。一上来那个岳哥就问我这怎么样，我说这我就跟他夸我那特别好，然后从他第一个包袱开始，我说什么这是？但是越往后越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老师让他重修，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太喜欢这一段了，好几个包袱我都完全是没有想到。小朋友老登，逼了，这个包袱是从付航嘴里说出来的，都已经住在我脑子里了。真的没办法了，真的没办法。林简七，我记住你了，谢谢。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还是？是艺名。为什么叫简七呢？简单的简，就是高中那时候瞎起的。高中就给自己起艺名了？对，我觉得之后自己应该会有发展。还有都是仿照明星起的，那王嘉尔、林简七的都是。不愧是艺术生啊！太棒了，大美女哥哥。上次佩岑姐也是特别喜欢，是的，说这个傻惹人爱啊。我觉得林简七就是给人家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大愚若智吧。大智若愚。然后呢，他讲话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淡淡的忧愁，
就是那种你还是有保有那种很文艺青年的感觉。然后我想问你，为什么不当文艺青年了？我都当保安了，我操！我还咋文艺呀我？那你是不是在嘲讽这个世界的过程？我没有想表达的，我想做到的就是爆笑。不是，我是说这一期啊，我以后可能会有表达，话别说太满。我记得大林拍的那个，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像一语。其实不像一语，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行。我还记得那个包袱，他在电影院里那个把眼睛闭上，听起来就很真实。包括那个30天那个30天长镜头，对，真的不是他那12个假装哥是科班出身，这多缺德你这。哎，认真的问一下，以后还想去干电影吗？有机会就想拍电视剧，因为电影肯定感觉自己是够不上。同时又得罪一下电视剧的。我不怕得罪电视剧导演。为啥呢？反正拍的就那样，我感觉。哎呀，其实很帅，但是我就觉得他有电影人的那个气质。我特别想问你，真的要拍电影，你会想拍什么样的电影？拍喜剧演员的生活吧。电视剧啊，再说一遍是电视剧。我错了，七哥，我错了。你要拍电视剧，我一定会看。我以为我一定会去呢，你会看吗？我一定会看，在澳门新葡京上看。您的不二之选。那如果有人花重金就求你拍电影，你会拍什么题材呢？我就不拍。你为啥呀？因为我想拍电视剧，不二之选。行，下个环节，我服了，真是。导演有导演的执着，哎呀，行了，祝大家的梦想都早日成真吧！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相信他的梦想一定会成真的。我也相信，我觉得他身上有这个力量。对，加油！谢谢林建七的表演。林建七演完，我们这个拼盘最后一个直接晋级的名额也即将诞生。究竟会是谁？请看大屏幕。应该能上190，上得了吗？上得了。192，谢谢194是吧？他应该195。195。恭喜林建七，195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咋这么厉害呢？林建七就是，就是百年难遇，就是奇葩中的奇葩，上面开了一朵小狗尾巴花。想拍一个20分钟的像美剧那样的小短剧。你自由发挥。我有这么大导演吗？啊，让演员自由发挥。王家卫。对，就是娄烨全程手持。太精彩了！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太有意思了，这个好想知道他脑袋里面长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那我们第一个拼盘的7个演出就全部都结束了，我们祝贺4位直接晋级的朋友。同时也很遗憾，因为按照规则，我们这边的3位陈数、徐指导、梁岩没有办法直接晋级，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我们最后会看大排名，那请3位也先回到舞台中央。我们也来看一下3位的最终得票情况。很接近，在前往
待定区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就下班也挺开心的啊，谢谢大家吧。今天是当那个管培生2周年，然后今天定岗了，就是从管培生变成财务部的专员了，然后很开心，很开心。然后也从这边就那个离岗了，然后这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就是我计划就是如果我能讲3篇稿子，我就挺开心，我也完成这个目标了。我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一轮中间心态有一些波动。除了我们自己喜番俱乐部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一颗苹果的队的队长教主，就是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说大半夜给我写一些他觉得可以改的建议。然后大早上起来还给我写，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有精力啊。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给我提供了很多心态的帮助，像小海，然后大老王，就大老王那个心态，他还帮助我心态呢。然后其实稍微有点对不住他们了，然后希望大老王那个等下好好演，好不好啊？然后我还想说，就是徐指导，你好像以前最炸的那套段子没有在这个舞台讲啊，为什么呢？就是问自己最想留下什么段子就讲什么段子就可以了，因为人总会一直写新的，然后可能老的段子你可能不在你审美点上了，你就想新陈代谢，其实就很简单啊。有追求。我就先下班了啊。大家好，我是感觉有点遗憾吧，因为有可能会淘汰，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一直。不太在乎这个晋不晋级的，我是觉得每次只要把这个完成好就可以。但是确实今年开始有一些目标，然后最近开始有目标，然后没想到确实晚了，我干什么事情都是总是晚了，然后其实有一点难过，然后也是最近才有一些目标，感觉。还是想往前冲一冲，然后因为想要，因为我很少袒露内心，所以第一次讲这种内心就会有点动容一点啊。因为其实我有很多想法，其实在单口里不一定能承载好。哎呀，没事。其实有时候想过将来可能想要做一点漫画或者绘本之类的。然后可能，然后会有一个比较喜剧形式、比较崭新的喜剧形式，可能想要今年如果能够闯到总决赛的话，可能会想要在那个地方呈现一下。哎呀，其实还比较遗憾吧，就是没办法，也怪自己一直总是懒懒散散，然后也是给自己的一个教训吧，总是干什么都没赶上。对，大概就这样。简七有什么想对陈述说的吗？我始终觉得陈述是中国没有麦哥，没开那个。喂，那我情绪没有了啊！但反正我真的始终觉得陈述是中国最顶尖的一批演员啊！我觉得他的想法应该是最好的。我想说一下，陈述，你不要责怪自己懒懒散散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在你所谓引号的懒懒散散的时光里，孕育出了那些充满灵气的段子，才让大家看到这么丰富多元的内容。感谢。希望以后我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漫画绘本，希望大家支持。我们待定区还是有机会回来，其次这个舞台应该一直还在，是吧？还有机会。单口是一个职业生涯很长的事情，我们所有朋友再给他们掌声。我们先去待定区休息，谢谢3位。我觉得今天最后大家的这个遗憾或者不舍，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舞台的足够多样性嘛。因为我们不是在比较谁更好笑或者谁更优秀，就是他们都是如此不一样的人。这场比赛一定会有结果，但是这场演出非常精彩，这个是肯定大家每个人都会点头认同的。其实我看到陈述最后那个反应，我是很动容的，因为我觉得他认真了。
当然，就是他的认真跟真诚在这个舞台上是会被留下来的。我觉得这是对这个舞台最好的尊重吧。他就特别像那种漫画主角那种的，就是一直吊儿郎当，然后突然到需要他那个，是不是？然后他又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啊。但马上接下来，如果他能够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应该马上就要爆发小宇宙了。我刚刚听到陈叔讲话，我也是有一点不舍得，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他刚刚说了一句晚了，太晚了。我想跟他说一点都不晚，今天就是一次的演出，分数没有办法定义你好或不好，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你也不需要改进什么，你就是做了一场表演。我一直很不喜欢比赛，我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我们都很幸运的享受，所以我很期待，我也相信陈叔未来无论做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选手无论做什么都会有独一无二的发挥，然后世界由他们自己定义。我们也再次恭喜第一个拼盘成功晋级的4位，我们恭喜，谢谢小佳、彩玲、林简七。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上半场所有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演员，大家都还很年轻，单口是一个职业生涯很长的事情。陈数甚至是个00后，哎呀，他是07年的，对，是不是觉得刚刚的惋惜有一些过分了？而且重点是陈数不见得走。对，这个小朋友老登，刚刚出发，一切都还刚刚开始。那下半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对决呢？咱们下半场再见。没有什么宏大的愿望，你只要想着你上台说你要说的，希望观众笑就 OK。对自己没有100%的信心，所以说还是挺悬的。别拉就行，就是保持状态。非常焦虑，写得很头疼。我没有把握会比他们讲得更好。压力非常大，我甚至会觉得我最后会坐在那个待定席上。现在是一个挺好玩的稿子，起码把它好玩演出来，顺其自然，尽量的把它当成是一场演出，然后去把它演好就好了。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想咋地就咋地，去哪儿都能叫滴滴。感谢陪你去往每一种生活的滴滴出行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已开启，全网搜索 Stand By 好了，了解更多巡演信息。欢迎回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主题拼盘赛的下半场，欢迎大家。可是付航，我说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我现在是大王。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我们这全是挑战，你哐哐机遇，哇！你怎么不直接说你下岗？你下岗，我上富豪榜。你今年叫他大林，去年叫他郭麒麟老师。你失去了机遇。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可以，你跟你爸说说，咱们招进来得了。这类型的只能有一个，我们那是。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堂。你知道现在这两边节目打得如火如荼，因为我的婚礼双方停战3天，他们现在叫我脱口秀和亲大使。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我们这个拼盘直接晋级的名额即将产生，究竟会是谁呢？哇！定区排名前2位的演员将重回舞台。
各位和我们一起见证一下，到底是谁？请看大屏幕。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你领奖了一个？排队排最后，合照在最边上。一开专场，我赶场，店里就响。老友升级，新人炸场。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每周日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欢乐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重生之我在喜单2当气氛组活动，为你喜欢的舞台发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爆款内容。上百度搜索话题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共同参与讨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豆瓣喜剧之王单口季小组点评选手表现，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我也会